2025由亚马逊赤3亿巨资打造，超级炸裂的冒险犯罪题材的惊悚电影震撼来袭，希望刷到的铁千万不要错过，因为该剧剧情的精彩程度绝对称得上是王炸中的天花板。那么闲言少叙，话不多说，王炸瑞剧《天堂之城》正片现在开始。这里是2025年瑞典的哥德堡市，由于犯罪率的直线飙升，政府为了不让事态影响到全国，不得已在哥德堡市周围建起数十米高的围墙，对外声称是要将这里改造成第二个巴黎，并中断了外界与这里的所有联系。也许在民众看来，这里是寸土寸金的天堂之城，可只有身处城内的人知道，这里早已是不法分子与其他势力的盘踞的法外之地。由于没了法律，这里活生生的变成一个活地狱。与此同时，身患重病的前 UFC 冠军查理自然就成了这里的常客。为了筹钱给自己治病，查理在死党大山的介绍之下，他们计划打劫这里最大组织运动的老大丧坤。很快，两人驾驶着奢来的大沃就出现下丧坤准备赌钱的场所。可就在他们准备进去一探究竟时，不远处的数十名特勤队员已开始行动。显然，他们也收到了同样的情报，于是不出意外，意外就毫不意外地发生了。Har de börjat eller? Ja? Jävlar ta fram bara! Sätt dig ner. 起初，查理和大山两人凭借过人的胆量成功镇住了所有人。可就在他们马上就能拿到桌子上那沉甸甸的美金之时，刚刚的特勤队员也突然出现。见状，查理意识到再这么下去，指定谁都跑不了。于是他故意放慢脚步，与警方周旋，成功给大山争取出逃跑时间。然而，就在查理被捕的同时，天堂城竟迎来了一位有能力改变现状的人——现任内政大臣朱丽叶。对方此行的目的便是要跟民众商量，拆除天堂城的围墙，还给大家自由。长时间身处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总是算盼来了救星，纷纷举手欢呼表示同意。然而，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这里即将成为真正的天堂的时候，意外却再次发生。负责通讯的探员当场归西，没等屋顶的狙击手找到目标，目标就出现在了他身后。紧接着，人群里一堆手持武器的暴徒就一拥而上，无数声枪响，使得场面一度陷入混乱。两名劫匪更是趁乱将部长朱丽叶绑架。好在这一幕被特勤队长艾斯所发现，他毫不犹豫地选择追赶，可对方似乎早有准备。一时间，内阁部长被绑架的消息迅速传回国防部，众人在听到后皆是一脸震惊。究竟是什么人敢如此大胆？大家第一时间能想到的就是天堂城内最大的组织运动，可该组织一向低调行事且不干坏事，为什么会突然之间绑架政府高官呢？看来事情并没想象中那么简单。国防部表示，当下最重要的是派特种部队把朱丽叶给救出来，而特勤局长却给出不同看法。天堂城内有30万人，如果贸然行动，势必会引发一场不可估量的灾难。眼下是要先派一名卧底前去城内探探情况，而前面被捕的查理刚好成为卧底最佳对象。查理更是声称自己认识运动组织的老大丧坤，自己简直就是卧底的最佳人选，想都没想便答应了下来。毕竟眼下这种情况，还有别的选择吗？很快，一个重病的前 UFC 王牌拳手和一名在劫匪眼皮子底下被劫走政府高官的特勤队长，两人结伴开始了冒险。查理先是回到家里面见了几月未见的女儿和妻子，可此时妻子却告知他一个不好消息，由于长时间的还不上银行贷款，对方可会在下个月将房子拍卖，到时候母女两人指定会露宿街头。在得知妻子的遭遇后，查理顿时感觉到那么的无能为力，更是把去当卧底的念头忘得干净。于是就在进入城内的入口之时，查理趁机一个猛子扎进黑暗之中。虽然艾斯紧紧跟在后面，可由于进入的隧道四通八达，艾斯很快便跟丢了。没了查理这个活地图，他也不得不在黑暗中慢慢摸索。好不容易来到大门口，可眼前的景象彻底惊呆了他。只见这里到处都是罪犯，简直跟政府说的天堂完全两样。与此同时，劫匪也在网上露面，对方上来就要求政府释放这些年来被逮捕的所有运动组织的罪犯。第二，要现任政府集体辞职下台，并废除所有关于禁区的法律。第三，以上条件必须在3天内完成。而面对劫匪如此无理的要求，
特勤局也没了办法，只希望查理和艾斯能尽快找到朱丽叶的位置。好在艾斯凭借多年的侦查经验，成功找到了查理。可不料查理竟直接摊牌，其实自己并不知道丧坤的位置，也没有打算帮助警方，一切的一切都只是缓兵之计而已。要说这种事给一般人，估计早就上去拼命了。可毕竟艾斯有着多年的刑侦经验，他反手就不慌不忙地说道：“在亲眼目睹你的病重以及你的家庭危机后，眼下你也许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了。难道你想一辈子在监狱中度过，并永远的见不到女儿吗？”见气氛酝酿了差不多，艾斯急忙又表示事成之后可以免去查理的罪责，并把他从通缉名单上删除，还其自由。Du kan inte göra någonting åt min äske i klassen. Om jag hittar det behov kan jag göra vad fan som helst. 别看查理自己并不认识桑坤，但有人认识。于是，在查理的带领之下，他们很快便找到好友大山。虽然大山一眼就认出艾斯是警察，但他完全相信查理的选择，因为他们是兄弟。大山表示，其实自己并不知道桑坤的住处，但有一个人知道。三人不敢有丝毫停留，他们绕过小路，很快便来到一处别墅之中。Vad fan håller ni på med? Vad händer? Bra eller? 没错，这里正是大山的表姐家，对方就是运动组织的成员。在得知几人的来意之后，看在表弟大山的面子上，表姐联系了丧坤。可没过多久，藏在楼下负责接应的艾斯却发现一伙不明武装身份人员正火速袭来，意识到被出卖，他赶紧通知楼上的两人离开。霎时间，对方就冲了上来，他们只能边打边退。可偏偏表姐竟从后面搞起了偷袭，好在凭借对地形的熟悉，几人侥幸从虎口脱险，而大山却不幸被子弹击中。他们一路狂奔来到医生黑妹家中，因为没有现成的设备，对方只能现场给她取弹头。好在大山的命比钢筋都硬，手术进行得很成功，他只要休息几天便能彻底恢复。眼下时间不容浪费，因为晚一天都有可能发生战争。于是两人不得不再次选择出发。可谁知下一秒，丧坤就亲自找上了门。就这样，很快他们便被带回到基地之中。而接下来，查理也不藏着掖着，在表明自己的来意后，丧坤当即却这样回答：其实自己从始至终都没有绑架过任何人，更别说是国会议员朱丽叶了。自己一向秉公守法，靠着一己之力，尽量为天堂城的民众提供公平的生存环境。那些被政府逮捕的运动组织成员也都是清白的。显然自己是被人故意栽赃陷害了。闻言，查理跟艾斯皆是一脸懵逼。既然此事跟丧坤没有任何关系，那又是何方神圣敢如此猖狂呢？丧坤第一时间能想到的就是南部的罗伊，因为在这座城市除了自己，就只有罗伊有这个能力。但眼下自己并不能派人贸然前去，因为那样会先引发战争。不过自己有一个名叫卷毛的卧底，是对方的一个核心成员，说不定他可能知道些什么。于是两人二话没说，起身去往南部寻找卷毛。有了丧坤的线索，查理终于不再毫无目的的乱闯。很快，他便在一处名为色域的风流场所找到了卷毛。同样，这里也有很多保镖。双方一言不合就开干。按理说，查理的身手对付这帮卡拉简直就像买菜。可身患重病的他在打斗过程中体能急速下降，就在快要跑到门口时被几名保镖拦住。幸亏有艾斯在门口接应，他们总算有惊无险地将卷毛给带了出来。幸运的是，此时离政府进攻的时间还很宽裕，只要卷毛能提供有用的线索，查理便能顺利找到内阁大臣朱丽叶，同样自己也会被释放。艾斯能将功补过，可不料结果却似乎有点出人意料。卷毛表示的确是南部组织底下的一个小头目，可自己并不清楚内阁大臣的事情。不过在朱丽叶遇袭的前一天的聚会上，自己曾看到老大罗伊和一个满身西装打扮的政客见面，对方似乎很厉害，就连老大罗伊都对其毕恭毕敬。还有一点就是，他的左侧眉毛旁边有一处胎记。闻听此言，艾斯立马联想到一个人，他赶紧把自己的猜测告知给了局长。因为放眼整个国会，脸上长胎记的只有一人。Hallå? Är du kvar? Fan Fredrika, du måste komma ut. 与此同时，在天堂城外的一处高端舞会上，查理的妻子丽莎正在焦急寻找着投资人，以解燃眉之急。
此时，一个左侧眉毛旁有胎记的西装男盯上了他，并声称愿意给其投资100万美金拍电影，不过必须让丽莎独自跟自己去酒店谈谈剧本才行。很明显，西装男是想跟丽莎做点什么，可等钱用的丽莎竟没意识到危险，独自一人来到对方指定的酒店。可谁知就在他进门的瞬间，却只看到一具早已凉透的中东王子的尸体。从未见过这种场面的他被整懵了。就在丽莎想着该如何是好的时候，另一边的内阁大臣朱丽叶突然就被劫匪请到了座椅上。本以为对方是忌惮自己的身份，准备放了他，可谁知下一秒，领头的男人竟从裤裆里掏出一根指甲刀，在牢牢套住朱丽叶的食指后，随即嘎嘣一声。那么接下来又将发生哪些扣人心弦的精彩故事呢？锁定矛盾，将为您持续第一时间更新。